想象一下啊，一位不写首富，平时低调的不行，突然身后冒出来3个大家不知道的子女，而且还在跟咱们多认识的女儿宗馥莉争一个藏在海外的价值21亿美元的巨额信托。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啊！本来这笔钱据说是老爷子留给这几个孩子的保障，结果呢，现在成了家族开战的导火线。是，这个案子确实关注度非常高，而且还有更离谱的，有消息说啊，姐姐宗馥莉啊，居然还能从这个按说应该锁死的信托里转走了上百万美元，这怎么回事？背后到底是什么在运作？今天咱们就得好好扒一扒这些富豪们特别爱用的财富保险箱——离岸信托。对，这个案子啊，正好就点到了咱们今天要聊的核心——离岸家族信托。简单说呢，它其实是一种法律安排，就是有钱人，我们叫委托人，把自己的资产，比如说公司股份啊、现金呀，放到境外去。放到境外？对，交给一个独立的信托机构，就是受托人来管理，然后指定好谁是受益人，一般就是家里人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资产隔离。理论上讲啊，一旦这个资产合法的放进了信托，它就不再是委托人自己的钱了。真的吗？完全分开了？理论上是这样，就能隔离掉一些风险，比如你将来公司出问题欠债了，或者万一离婚了，甚至说继承的时候家人打官司，都可能影响不到这笔钱。哇塞，听起来简直就是给财富上了一道金钟罩铁布衫啊！那具体怎么弄的呢？是不是特别复杂？这个操作上呢，确实有点门道，但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套玩。套玩？对，一个套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壳儿公司 plus 信托 plus 银行账户这么个组合。壳儿公司，比如说现在那个英属维尔京群岛就是 BVI 设个壳儿公司，用它来持有你的资产。BVI， 然后呢，再把这个 BVI 公司的股权，注意是股权，放到另一个地方，比如开曼群岛设立的一个信托里面啊，一层套一层。对，最后呢，这个信托管的钱可能存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银行账户里。哦呦，这绕了一大圈儿。里面的角色主要是出钱的委托人，管钱的受托人，一般是专业的信托公司。拿钱的受益人，有时候还会加一个保护人，负责监督那个管钱的。还有监督的。对，这里有个很关键的原则，叫做留权越少，保护越多。这话怎么讲？留权越少，保护越多。就是说，你这个委托人对放进信托的财产保留的控制权利越少。比如说你不能想拿回来就拿回来，不能随便改受益人，那这个信托的隔离效果就越好，越不容易被外面的风险，比如债务啊什么的给穿透。反过来，你要是还留着很大的权利，那可能法庭就会觉得，嘿，这钱其实还是你的，那隔离效果就差了。明白了，就是要真放手才行。那除了刚才说的隔离风险，我看很多大佬像李嘉诚啊、刘强东啊都用这个，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考虑吗？这里面门道肯定不少。好处确实挺多的，咱们捡几个重要的说啊。第一，当然就是规避风险，保护财产，这是最核心的。就像你说的李嘉诚家族，他们很早就用信托把大量的家族财产和那个商业帝国的风险给隔开了，这样就算企业经营有风浪，家族财富的大头是安全的。这个很稳妥。第二呢，是家族传承，防止内斗。你看赌王何鸿燊家那个争产官司打了多少年，闹得沸沸扬扬，对比太强烈了，对吧？但你看李家族交接就比较平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信托事先都安排好了，谁什么时候拿钱，拿多少，怎么拿都写清楚了，减少了子女争夺的空间。提前规划好。第三，隔离婚姻风险，这个现在也挺受关注的。婚前把财产放进信托，如果以后万一婚姻出现变故，这部分财产通常就不算作夫妻共同财产了。刘强东那个是不是就类似？对，刘强东在婚前把大量京东股份放到信托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确保个人核心财富不受婚姻状态变化的影响。高招啊！还有就是税务筹划，虽然咱们这儿没有遗产税，但在很多国家有。通过信托呢，可以做一些合理的税务安排，可能延迟交税或者减少税负，而且有专业机构打理，还能让钱生钱。比
比如那个沈殿霞给女儿郑欣宜的信托，刚开始是6000万港币，过了10几年，听说都变成上亿了。哇，还会增值？对，最后还有就是保密性比较好，信托具体怎么安排的，外人一般不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利用不同地方的法律，绕开一些投资或者资本上的限制。功能真是太强大了，难怪这么多富豪都用。不过咱们绕回来，回到娃哈哈这个案子，既然信托这么厉害，像个金钟罩，那为什么宗馥莉还能从里面转走钱呢？难道这个罩子破了？这就是目前大家最大的疑问所在。按理说，一个设计严谨、合法有效的信托，里面的资产应该是被牢牢锁住的。对呀，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几种原因吧。一种可能是这个信托在设立的时候就有瑕疵，比如说资产转移的手续没做到位，法律上这个钱并没完全真正的进去。哦，还有这种可能？有可能。另一种可能是信托文件本身的条款设计可能给了宗馥莉比较大的权利，比如说他可能同时是保护人，或者被赋予了批准资金使用的权利。这样的话，这个隔离性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哦，就是说设计上可能留了后门。可以这么理解，这也恰恰提醒我们，离岸信托虽然是个好工具，但它不是万能的，必须得合规设立，条款设计要严谨，并且严格按照规定去执行，否则可能就形同虚设，甚至像现在这样，反而引发了新的纠纷。所以说到底呀，工具是中性的，关键还是看人怎么用怎么设计。宗庆后家族这个事情还在发展，最后怎么样还不知道，但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财富传承背后水有多深有多复杂。的确如此，离岸信托是富豪们管理财富规避风险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它绝对不是一颗什么都能解决的万灵丹，需要非常周密的设计和持续的合规操作才行。那么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其实留给你一个思考，财富啊，它真的不只是银行账户里的那一串数字，它更是一种责任，一种需要深思熟虑的规划。无论你的财富是多是少，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确保你的心意、你的安排在未来某一天，当你自己没办法在 control 的时候，依然能够准确的实现，真正的帮到你关心的人。这个问题啊，可能比讨论离岸信托本身的技术细节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想一想。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